美国空军讨论在中国猛烈轰炸下作战，困难几乎无解，躺平才是出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美国军队最近几十年的作战历史上，从来都是在美军的猛烈轰炸下展开的，也就是美军一直掌握着制空权。但是这种作战样式可能并不适用于未来可能与中国发生的军事冲突，这就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出现的新情况。美国外交官杂志最近声称，美国空军必须讨论在中国猛烈轰炸下作战。文章的作者声称，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旨在将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注意力重新定位于对抗中国。然而，由于美国空军在冷战后急剧收缩，随后又聚焦于反恐战争和对付伊拉克等较弱的对手上，一直未遇到重大挑战。而美国空军在重新调整方向后，再次瞄准与强大对手作战，并在更广阔的太平洋战区进行后勤补给。在这样情况下，他们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中国的东风26、东风17都是关岛杀手。美国空军面临着一个主要挑战，就是中国对美军基地的打击能力。来自中国军队的轰炸还影响着美国空军在战争期间的前沿部署和补给能力，因为港口和机场在解放军的打击下很快就会瘫痪。而且中国还将在未来几年内部署隐身战略轰炸机，具备向美军基地发射精确制导滑翔炸弹的能力。这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轰炸手段，将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拥有这种能力的国家。面对这样的压力，美国又有什么好办法呢？美国刊物认为，正在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强军事基地的防护，包括建设加固的机堡，在关岛部署爱国者和萨德反导武器系统。但是美国人也承认，在中国不断增加高超音速导弹库存的情况下，光靠防空反导导弹已经难以保护基地的安全了。第二，要培养敏捷作战部署能力，这是美国太平洋空军正在实施的新的作战概念，以确保在高风险环境中的敏捷性、威慑力和部署弹性。具体措施包括：一、训练快速猛禽战术，也就是 F-22与运输机配合进行快速部署，避免战斗机在前线机场被解放军给一锅端了。二、适应重大物流中断和机场被毁坏的情况，包括 F-35隐身战斗机在内的一些飞机寻求从简易机场部署的能力。第三，部署便携式的伪装、隐蔽和欺骗机库。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最近在佛罗里达州的演习中，专门模拟部署了充气机库。这些机库可以将飞机隐藏在其中，防止被热传感器探测，还可以作为诱饵广泛部署。这样的方式正在成为美军进一步提升战斗机生存能力的手段。当然，充气机库在中国的网络上也可以很便宜的买到，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第四，建设更多的基地。美国正在威克岛和天津岛兴建并扩建机场。天津岛于2023年3月首次部署了 F-22隐身战机。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空军的这些措施在与中国发生大国战争时真的有用吗？答案是作用相当有限。首先，基于岛链军事基地数量不足和目标集中的特点，美军增设军事基地、增加防卫力量都无法抵消中国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快速增加所带来的威慑。其次，基于岛链作战，美军无法解决战斗机作战半径不足、后勤补给更加困难的现实。按照美国空军的评估，增加 F-35和 F-22都难以在中国家门口夺取制空权，而这又会影响到美军轰炸机的安全。现在美国空军在第二岛链已经不安全了，未来随着东风27的部署，第三岛链也很难保证其安全。这也意味着美军的轰炸机对中国的威胁也将面临战场组织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在实施战略轰炸的过程中非常容易被中国空军所拦截。最后，
美国空军在印太地区可能会追求与中国形成一种恐怖平衡。按照美国空军的发展规划，未来他们主要依赖 B-21隐身轰炸机的突防能力对中国进行威慑。总体而言，美国想要在印太地区威慑中国，就得面对中国军队强大的威慑力。美国空军讨论在中国猛烈轰炸下作战，需要不断地进行改变，也要不断地增加投资，但是他们无法根本性地解决依托岛链基地作战的战略短板。美国空军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放弃与中国对抗的心思，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真正安全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